小天，你长高了，也成熟了。小天，父皇母后还有姐姐呢，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。他们啊，你怕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小天，你老老实实在北京当质子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回来送死呢？小天，这里是我的家，为什么？够了！明日即官，父皇会当着天下万朝的面定下王储，你早不回晚不回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，不就是为了和我抢太子之位吗？小天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太子之位。那就把你的至尊剑骨给我！果然是至尊剑骨，好强大的气息！若非我天生重瞳，或许还真被你给骗了。你想要太子之位，我可以让给你；你想要至尊剑骨，我可以剥离。可是你为什么？住口！我已觉醒重瞳，可看破世间一切虚妄。你这些把戏，骗不了我。再说，我想要的，可不仅仅是太子之位。至尊剑骨，小天，我们可是亲兄弟啊！当然，不然你怎么会千里迢迢过来给我送至尊剑骨呢？我的好皇兄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感谢你？看来你运气不错，死不了了。皇兄，区区至尊剑骨，你要我给你就是，何必动手呢？你要我给你就是，何必动手呢？父皇，母后，小天是你打成这样的？不，你们误会了，皇兄他没有打我，这地上的血迹是我觉醒至尊剑骨所致的。小天，你觉醒了至尊剑骨？哎，都怪我，已拥有重瞳，又觉醒剑骨，要不然皇兄也不会生了抢夺之心。好你个畜生，你挖了小天的至尊剑骨！不是我！住口！天儿是你弟弟，他觉醒至尊剑骨是我们唐家的骄傲，没想到你刚回来就想把他占为己有，还不赶快跟你弟弟道歉！母后，我已无大碍，可是皇兄为了咱们唐家，在北京做了18年的质子，区至尊剑骨，皇兄想要，我就给他。够了！至尊剑骨数万年未曾出现，觉醒者日后定能踏入尊者境，甚至有成神的可能。你竟为了一己私欲，想断我唐家千年盛世吗？父皇，是小天他……别叫我父皇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小天早已到达洞天境，而你不过斑血境修为。小天要是还手，你早就死了。小天，你污我清白，陷我不孝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不错，大家都误会皇兄了。这至尊剑骨是皇兄觉醒的，是我从皇兄身上抢的。混账！你非要逼死你的弟弟不成吗？逆子，你现在居然还敢贪图至尊剑骨，我废了你！住手！你怎么来了？宇哥是我未婚夫，
他有危险，我怎能不来？你这话是我们对不起他了。婉宁不敢。伯父，宇哥才刚回来，对礼仪规矩肯定有所欠缺。婉宁斗胆，请伯父伯母饶了宇哥一次。饶了他？你知不知道他刚刚想想小天刚觉醒的至尊剑骨啊？至尊剑骨？不可能，宇哥不可能这样做。我们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不是我，是他污蔑我。你还敢狡辩？父皇息怒，明天极冠大典，皇兄要继承太子之位，要是出了事，丢脸的可是我们唐家。太子，连自己亲弟弟都敢残害的人，不配做太子。不错，小天觉醒至尊剑骨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太子之位，有仁者居之，不如让给小天。也好，父皇不可，温小姐早已和皇兄定下婚约，皇兄继位之时，便是他们订婚之时。我们若是这样，那温小姐该如何自处啊？婉宁是与我唐家太子结下婚约，不是他唐宇。伯父，我相信宇哥绝对不可能谋夺至尊剑骨。况且，我跟宇哥早已情定终身，此生我非宇哥不嫁。大胆！你与谁联姻，何时由得你来选择了？你们温家依靠着我们唐家方能苟活，如今天儿又觉醒了至尊剑骨，你嫁给他是你的荣幸。皇兄，你放心，你走后，我会替你好好保管至尊剑骨，也会替你做好太子之位，更会帮你好好照顾温小姐。天儿，不知悔改！我唐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你给我滚出唐家！宇哥，注意你的身份，你现在是天儿的未婚妻。少爷，你骗人！这里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家。少爷这就带你回家，小皇陛下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少爷，少爷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。主人，10万年，我终于又能见到你了。你是谁？我不是死了吗？主人，您是苍天大帝，不死不灭，而我是轩辕剑剑灵。10万年前，您布下后手，今日我便是来助您恢复。什么后手？万载轮回，重走地路。主人，等您去除杂质，返璞归真那一天，您自然会明白。现在，我先助您突破洞天际。好，剑力，心不死，则道不生；魂不灭，则道不存。不破不立，死而后生。洞天，你主人，重走地路的关键在于涅槃重生，不破不立。希望你早日找回记忆。
真的突破了洞天境，只可惜北境18年，6570个日夜，没有人知道我多渴望家人的陪伴，做什么都不及唐天半分。这样的家不要也罢，但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竟然敢到皇宫里偷药！把药给我交出来！不给，那是要救少爷命的。不给就死！不给就死！小离，没事吧？少爷，他能治你的伤。大皇子命还真是够硬啊！被挖了至尊剑骨，不仅没死，还突破到洞天1层。是唐天派你来的？二皇子殿下不想见到你，特意让我来送殿下归西。洞天3层，我才刚入洞天，对上他恐怕胜算不大。皇子殿下不用怕，今天你和这野丫头，谁也跑不了。那就放马过来。死到临头，嘴还挺硬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同为洞天，亦有天壤之别。这就死了？难道是我在斑血境沉浸多年，所以才能越级秒杀？少爷，小离，你说的对，这里不是我的家，他们也不是我的亲人。婉宁因为我被逼得嫁给唐天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你回北境吧，飞鱼会保护你的。顾老山祝贺太子及冠。凌天宗恭贺太子及冠。哈哈哈哈！诸位，请。奉吾帝之命，前来恭贺太子及冠。北境，金乌妖王。北境向来和我们唐国恩怨不断，怎么会突然派人前来祝贺？肯定是小天觉醒剑骨的消息传出去了，他们特地前来示好。哼！今日天儿及冠，双喜临门。一则迎娶温家温小姐，二则卫灵太子。辛苦诸位远道而来。师父，听说大皇子在18年前就被送入北境为质子，唐国当时宣布太子之位由大皇子继承，现如今怎么就变了？还有这温小姐，我听说她可是大皇子的未婚妻。二皇子觉醒至尊剑骨，再加上天生重瞳，而大皇子资质平平，武道一途终究以实力为尊，这也怪不得唐国。吉时到，宣太子进殿。父皇，母后，取冠，义服。你们太过分了！大胆！你是什么人？胆敢在此胡言乱语！我是少爷的丫鬟，少爷生命垂危，你们作为少爷的父母亲人，管不顾就算了，你们是不是忘了，今天也是少爷及冠的日子？唐宇那个逆子让你来的，
你们不配做少爷的父母！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此大放厥词！上他！上他！少爷，会死！不是让你先走吗？我不走，少爷在哪，小姨就在哪。傻丫头，去旁边等我。是。逆子，再说一遍。苍云，你为了这个不三不四的野丫头，竟然指责父皇，粗鄙不堪，目无尊卑，他哪有半点我们唐家血脉的样子？是该好好管教管教，否则日后不知道要给我们唐家惹出多大的祸事。来人，把这个逆子押下去，杖打3节，教练加身，罚去祖陵，面壁3年。父皇，这恐怕太重了吧？皇兄身子孱弱，怕是吃不消吧？行了，别演了。今日我弟及官，作为皇兄，我理应亲自前来帮皇帝取关一服。原来是要讨好我，那就麻烦皇兄。念在你一片好心，今日先饶过你。我宣布，及官大典继续。大典开始。好心。令月吉日，史家元府授考围棋，借尔景福。快帮太子殿下穿戴，误了吉时，担当不起。好。嗨，我身子孱弱，这冠冕太重，不小心给弄掉了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逆子，别过来！快把天儿放了！要是天儿出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。把婉宁放，我要带她走。皇兄，你当着这么多人对我出手，让唐家成为天下人的笑话，就只是为了个女人？抢狗不成，你还要抢你弟弟的未婚妻？我和婉宁情投意合，要不是你们逼迫，她怎么会答应下嫁唐天？哼，原来是被逼的啊！大皇子当了18年质子，结果太子之位没有捞到，现在就连未婚妻也要让给二皇子，唐家也太不地道了。唐女不学无术，一身顽劣之气，朕为了唐国子民，故立下规矩。太子有能力者居之，这才将太子之位传给了天儿。而你这个逆子，如今竟敢威胁朕！威胁你又怎么样？哼！再敢往前，你们的宝贝儿子可就没了！混账！父皇，皇兄说我们胁迫文小姐，现在我愿意自退一步，让婉宁再选择一次，一证谣言。天儿。好，不愧是我唐战的儿子，把温婉宁带上来。婉宁，皇兄说你我婚约乃是逼迫，现在我当着全天下人的面让你再选择一次，你若选皇兄，我绝无怨言，唐家也绝对不会追究。你别怕，我会护你周全。大皇子请自重，你我不过第2次见面，何来情投意合之说？与我有婚约的是唐国太子，如今二皇子要继任太子之位，那么我的未婚夫就是他。你真的要嫁给他？
帮你。你闹够了没？婉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还要逼她不成？论修为，小天已是洞天巅峰；论人品，小天为人谦逊有礼，不骄不躁，而你只会哗众取宠，你还要闹什么？这也是你的想法吗？是，同为皇子，仍有天壤之别。唐天日后必能踏入尊者境，甚至成神。今日过后，你我的差距犹如繁星皓月，天壤之别。天壤之别，繁星皓月，是因为太子之位？皇兄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以你的身份、地位和实力，我都是你无法匹敌的存在。放手吧。我记得刚才父皇说设下了规矩，太子之位有能者居之。不错。好，那我今日便向这觉醒重瞳和至尊剑骨的天才发出挑战。唐天，你敢吗？挑战我？难道他还有后手？还是说你怕了？怕我当面揭穿你这至尊剑骨根本就不是你的？哼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至尊剑骨在听从唐女的召唤，要破体而出？不可能，是天儿才觉醒至尊剑骨，还未完全融合。逆子，再不放了天儿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唐宇，你快放了他，否则你这样胡搅蛮缠，我只会更加看不起你。我不需要你们看得起，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会原封不动全部拿回来。放开我！逆子！少爷，别过来！天儿，你没事吧？小天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不舒服？小天，这是培元丹，快服下。这就是所谓的家人，这就是所谓的家人。你快走，唐天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就不劳烦温小姐挂心了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唐天得势，我要是不嫁给他，不仅温家不复存在，连你也免不了一死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。他能操控剑骨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皇兄，我不知道你为何处处针对于我，但如果有什么地方我做的不好，得罪于你，我向你道歉。小天，你和这个废物道什么歉？就是，你刚才怎么不还手啊？不管皇兄做了什么事情，他终究是唐家血脉，是我们的亲人。今天来了许多宾客，若是我和皇兄大打出手，那我们唐家岂不是成了笑话？逆子，听见没有？你若是有你弟弟半分懂事，我们就谢天谢地了。对你亲弟弟都下得去手，你还是不是人呐？血脉，亲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唐天，你不就是想用血脉来束缚我、要挟我吗？还说什么因为唐家血脉不愿出手，装腔作势，道貌岸然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逆子，十恶不赦，罪不可恕，那我就如你们所愿，脱离唐家，再向唐天发出生死挑战，你敢吗？好，既然你想找死，那就怪我。如今我已非唐家人，这唐家的血脉不要你罢了。现在我便削骨还父，削肉还母，从今以后，天生地养，再无至亲。
好一出大戏呀！谁说大皇子是个废物？这般心性，英雄少年呐！地盘重生，果然后力，恭喜主人，成功剔除凡间杂质血脉，修正你的日之力，生机根骨、通天资质全都回来了。生机根骨、通天资质全都回来了。1、2、3，他怎么会有9个洞天？只有9个洞天又怎样？不过是装腔作势吧。削去骨骼皮肉，还强行使用秘法，强行我看活不过半个时辰。主人，恭喜您重回地狱，领悟地狱真意。从今以后，同机无离。苍天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小雨，母后，这种人不识好歹，你还担心他做什么？就是。嚣张跋扈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我看就该让小天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小玉是你们的亲弟弟。母后请放心，既然皇兄执拗不听母后劝解，那我就和皇兄比试一场，大不了最后我把皇兄打晕，让他知道差距的同时，也能及时送去医治。那你们兄弟切磋，点到为止，切不可下重手。这是自然。就算皇兄不顾及兄弟之情，我也不会和皇兄一般计较的。唐宇，能与我同台，是你最大的荣耀。今日必杀你，必杀你！我走，来战！肉搏有意思。没想到大皇子骨肉消散，经脉寸断，还不落下风啊！小天只是不想那个废物输得太难看，让着他而已。闹剧该结束了，现在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。重瞳，看见没有，小天要打败他，轻而易举。这就是重瞳神术。再慢一点，掉的就是你的脑袋。那就让我看看这重瞳究竟有多大的威力。洞天，开！小天，你别再让着他了，快放开他！你输了。你这个废物有什么资格说我输？我没输。冥顽不灵。住手！少爷，别过来！小天，你没事吧？唐宇，你是要杀了你弟吗？如此严重的偏帮，有损你唐家数千年的威名。要不是唐宇这个畜生事先抢夺小天剑骨，导致小天受伤，不然他绝对不是小天的对手。可唐宇之前削去骨肉，不是伤得更重吗？你还敢帮我说话？你忘了你是谁的未婚妻了吗？不管怎样，唐天在你们出手前就已经输了。
看来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现在只是在强壮。多谢两位姐姐相助，不过你们还是回去吧，不然引起非议。对付他，我一人。那你自己小心。尘埃已定，唐天，看来你并不配唐国太子之位。不过我也不稀罕，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带走婉宁。我不同意。怎么，你输不起？谁告诉你我输了？我是怕失手伤了你，才故意让着你。要不然我直接催动至尊剑骨，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对，小天还没用至尊剑骨呢，看来是我们关心则乱，反而连累了小天。唐天，到底是你无法催动剑骨，还是故意不用？你自己清楚。皇兄，至尊剑骨威力巨大，我真把他全力发动会失手杀了你啊！是吗？那就再来，不服就打，打到你服为止，打到你服为止。为何天儿觉醒至尊剑骨这么久，还没有融合的迹象？不行，天儿不能输。父皇在帮我融合剑骨。唐宇，少爷！皇兄，我顾及兄弟之情，而你却一直咄咄逼人。你当真以为我怕了你？少爷，不行，你不能再打了，我求你们了，就让少爷走吧。小离，别求他们了。唐宇，看在你的侍女苦苦哀求的份上，只要你跪下来向我的父皇母后磕头认错，我就放你。做梦！我跪，我替少爷下跪，可以让少爷走了吗？小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小离，再敢上前一步，我保证你这侍女没命！你想干啥？跪下道歉，磕头认错。挟持人质要挟我认输，这就是你们花费无数资源，自诩前辈有加培养出来的好儿子吗？堂堂太子爷居然挟持一个小小侍女，唐国交到这种人手上，真是气运将衰啊！唐国交到这种人手上，真是气运将衰啊！啊，小离，你没事吧？少爷，我们不打了好不好？我们回家了，好不好？一个侍女死了就死了，居然害我当了这么多人的面丢脸，唐宇，你该死！少爷，小离，少爷，对不起。小离，小离，你这个畜生！我杀了你！够了，一个侍女而已，你至于要杀了你弟弟吗？小雨，小天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为了一条贱命对小天动手。唐宇，你到底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区区一个侍女，你非要闹大，和家人决裂，你才甘心吗？只是一个侍女，少爷，你小心点。傻丫头，
这是我家，我小心什么？少爷吃。少爷，你以后能不能小心一点啊？知道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还有你们，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，都不如他一个。为期18年，小离一直和我相依为命，他会照顾我，关心我，问我饿不饿、冷不冷。而你们这些所谓的血脉亲人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却干尽了肮脏龌龊之事。告诉我，小离不是侍，他是我的亲人。逆子，居然拿我们跟一个侍女相提并论，跟他比，你们不配。别说了，小离还没死，你快带他走。我说过，要走一起走。放开婉宁！你有本事过来说。唐宇，难道之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你配不上温小姐！快放手！你是要让我们唐家的脸面都丢尽吗？你们唐家关我什么事？别废话了，你们是一起上，还是一个一个来？够了，这个侍女你带走，唐家也会提供疗伤的丹药，但是温婉宁不行，她是小天的未婚妻。要是我说不呢？小雨，婉宁和天儿两情相悦，你不能够抢天儿的未婚妻啊！等过了今日，母后再重新帮你定门亲事，好不好？唐宇，母后都已经这样说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没错，婉宁之前是你未婚妻，但现在她选择了小天，你还要死缠烂打到什么时候？不错，像他这样没有良心的人，怎么会懂得我们的良苦用心？就算他想带温小姐走，也得看人家愿不愿意。温小姐都说了，小天才是她的良配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你说什么？我愿意跟唐宇走。之前唐天用温家、用唐宇的性命来要挟我，要是我不嫁给他，他就要动用皇子之权对我展开报复。你胡说！我发誓，刚才所言句句属实。若是有半句谎话，我婉宁甘愿五雷罚下，神魂俱灭。刚刚还说是大皇子品德败坏，不学无术，现在看来，二皇子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父皇，母后，我没有。小天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，他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。哦，那他敢发誓证明一下吗？妖王，这是我们唐家的私事，不劳费心。我只是提醒你一下，对决还没有结束，谁也不能干涉皇子们的对决，否则民心起疑，太子爷的位置可不好做。至尊剑骨好像已经和我融合完毕了。父皇，我感觉我已经恢复好了。那就让他们好好看看，谁才更适合做唐国的太子。是，父皇。不行，唐宇几次三番被你们打伤，而唐天一直在恢复修养，这样的对决不公平。皇兄，与其说不公平，不如直接认输。这次我可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你，他们不知道公平两个字怎么写。没错，想要公平，只能靠自己争抢。等你有了足够的实力，就可以自己制定所谓的公平。可是我说过，我会带你和小离离开。皇兄，今天你谁也带不走，不管是你还是温婉宁那个贱人，还是你的丫鬟，我都会慢慢把他们玩死。你找死！
接下来的全力一击。你就这点力气啊？你融合了至尊剑骨？当然，我说过，只要我动用至尊剑骨，你在我面前就跟废物一样。唐宇，是唐战在暗中助你。你知道的太晚了，我现在就送你上路。洞天，主人，您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，不能再催动洞天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输。可是，还有变强的方法吗？那把是燃烧根基，提升修为。不能带婉宁和小离离开，有这根基有什么用？上古秘法记载，九洞天并不是洞天境的极限，还有一法能超越极限。什么办法？死到临头，你还有什么把戏啊？那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。自爆洞天换取力量，可惜对上我的至尊剑骨，这力量无异于蚍蜉撼树，根本就是在自毁前程。是吗？小雨，快住手！自毁洞天，往后的修为再无半步寸进。这样自甘堕落的废物，你管他做什么？一代天骄被逼得自爆洞天，真是可惜。唐宇，你快走，不要再继续了。我说过，要走一起走。不自量力！行了，小天，赶紧速战速决，不要让这个废物影响了今日大典。是，父皇。不够。你说什么？还不够。还不够。够了，小雨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非得拼到如此地步吗？你非要毁了我们一家人的感情，你才甘心吗？谁跟你是一家人？洞天，来！你闹够了没有？唐宇，再毁下去，你这个废物，丢的也是唐家的脸。唐宇，不管你再怎么拖延时间，也只是垂死挣扎，你还要丢人现眼吗？丢人现眼，垂死挣扎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批判我？你再来！不够，再来！唐宇，手下败将，拥有8个洞天的力量又能怎么样？想赢我还不够，是吗？还有最后一个，第9洞天，爆！你疯了！9个洞天全部爆碎，你就算能获取力量，也活不过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，杀你怎么够了？你这个疯子，疯子！住手！你要是敢杀害小天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唐宇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居然要和亲弟弟拼个玉石俱焚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不对，他不是自毁前程，是上古秘法。上古秘法，上古秘法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小雨他不是自毁根基。上古时期，洞天境可以凝练9个洞天，而在9洞天之上还有一个境界，洞天极境者。洞天极境，传说极境者战力冠绝无双，傲视群雄，哪怕是至尊剑骨在其面前，都如同蝼蚁。父皇，传言不可信，说是极境真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会失传？因为从来就没有人成功过。能够凝聚出9个洞天，就已经是天之骄子，而极境需要自毁所有洞天，借助自毁之力冲击极境，凝聚出无上洞天。如果小雨能成功的话，要是真如父皇所言，一定不能让他继续下去。
废物就是废物，果然失败了。把他扔出去吧。父皇，万万不可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他已经不是唐家人，成王败寇。天儿，对待敌人不能心慈手软。之前我教过你的，你都忘了吗？就是，小天，你就是太善良，太重感情了，还不快和父皇道歉？父皇，大姐，我也是在为唐家着想。要是皇兄将九洞天的修炼秘法分享给唐家，哈哈哈哈！好，我的天儿真是长大，务必保全他的性命，让他把秘法交出来。天儿，小雨性格刚硬，你可要跟他好好说。母后请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劝谏皇兄。站住！不准过去！唐羽洞天全毁，根基全无，已经是个废人，你还要护着他？唐羽他不是废人。温婉宁，我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对你忍让，你还看不出我跟他之间的差距吗？你看着我，他有什么好的？我身怀至尊剑骨，又觉醒重瞳，现在还是唐国太子，你凭什么不爱我？我相信唐羽。他说至尊剑骨不是你的，那就不是你的。这太子之位也是你动用肮脏手段得来的。你想死啊！他没有废，再帮他拖延时间。是又怎么样？你这个贱人！唐羽，我宁愿不要洞天秘法，也绝对不会让你踏入极境。给我死！重瞳！不要！重瞳！不要！这就是极境秘法。唐羽，你快走！是他伤了你。我没事，你快走。现在的力量还不足以和唐家抗衡。能不能抗衡，一试便知。住手！还算没给唐家丢脸。小雨，你没事了，你已经到传说中的极境了。我怎么样跟你们没关系。行了，我承认之前忽略了你，对你关心不够。父皇在给唐羽道歉。从今日起，你为太傅，建立太傅府邸，你跟天儿平起平坐，以后兄弟齐心，好好辅佐天儿，为我唐国创造无上荣耀。还不赶快谢谢你父皇！太傅府邸，我一个废物何德何能？你们不就是想要极境秘法吗？何必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？身为皇室，身为唐家人，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奉献给唐家，奉献于唐国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皇兄难道还不懂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已经不是唐家人了？你们唐家和唐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唐家和唐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想要我的秘法，那就自己来拿。唐羽，别再比了。不比，他们也不会放我们离开。放心吧。那你小心。你带给他们的所有伤害，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哼，你也配？那就让我试试，洞天极境有多厉害！
住手！住手！我就知道你不敢杀我。现在杀你太便宜你，还记得你是怎么挖了我的至尊剑骨吗？挖了又怎么样？现在谁会相信？我不需要他们信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哼！我的剑骨，父皇救我！逆子，你放肆！再敢往前一步，唐天身死当场！汤圆，你放开小天，快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泽，别跟我跟你不客气！你试试。父皇救我！他要抢我的至尊剑骨！小雨，天儿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李冲东，快放了天儿！亲手挖了我的骨头也是为了我好。当初挖我骨头的时候，你们想过今天吗？我没有，至尊剑骨是我的，把它还给我！天儿，快做些调戏！调戏有什么用？母后，你快把我这剑骨夺回来！父皇，他抢了我的至尊剑骨，你帮我杀了他！逆子，快把剑骨还给天儿！你早就想夺取小天的剑骨，不是你的东西，终归不是。就算你不还给小天，我亲自来取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把剑骨还给小天。还？我想还，他愿意吗？这可是剑骨共鸣，至尊剑骨想回到大皇子体内，怎么会这样？刚才我还奇怪，这至尊剑骨怎么会这么弱？现在真相大白了，至尊剑骨是大皇子的。我就知道唐雨不会骗我。你们别信他，这都是他的计谋，他想陷害我。母后，父皇，你们相信我。主人，趁现在融合至尊剑骨，就能一举填补亏空的气息，甚至能更进一步就此踏入化龙境。行了，把剑骨还给天儿吧。剑骨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要还给他？他是你弟弟，又不是外人。况且你修为已达到极境修为大增，你已经不需要剑骨，而天儿不行啊。小雨，天儿正生，母后心疼啊！看在母后的面子上，你就把剑骨让给你弟弟吧。没错，只要你把剑骨还给小天，并且把秘法传给唐家，我马上为你建造府邸，并且亲自为你主持温婉宁的婚事。皇兄，我求你把剑骨还给我，我不能没有至尊剑骨啊！想要？想，你把剑骨还给我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儿，但在我心里，你是我的皇兄，是我的家人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啊！还有呢？还有，啊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对对皇嫂有非分之想。只要你把剑骨还给我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这上面沾了你的血，我不会要。谢谢皇兄，可你也不配。住手！世人都想要这剑骨，可惜它脏了。你这个畜生！逆子！唐雨，我要杀了你！剑骨是我的，你把它还给我！给你至尊剑骨也是糟蹋，现在你还能干什么？你的父皇母后都是通天修为，为什么你这么废物？我是唐国太子，而你只是个无人知晓的废物。我要杀你，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强者蜂拥而至，我一定要让你死！别冲动，赶紧走！为了小天你还想走？你做梦！小天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要你拿命来偿！听到了吗？今日的断骨之仇，我要你拿命来还！还有温婉宁那个贱人，你
丫鬟，统统都得死！小雨，你皇帝谦逊有礼，从未有过害人之心。你看你都把他逼成什么样了，你就不能让着点你皇帝吗？你快和小天道个歉，小天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我的拳头还没学会道歉。逆子，你亲手毁了你弟弟，还想痛下杀手？今日你毁了天儿的至尊剑骨，我就碾碎你全身的骨头，让你感受感受天儿受的苦。他居然能跨越2个大境界，抵挡住我的攻击，这极境之法，我们唐家必须得到。逆子，看来我是对你太过放纵，才让你如此肆意妄为。今日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猖狂的资本。为什么话来战？有什么招式尽管使出来吧，别怪为父不给你机会。洞天开！难道他还没使出全力？如此靓丽，父皇，你一定要帮我报仇！小雨，快住手！你打不过你父皇的。打不赢也要打！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极光碎云闪。父皇，这是我耗尽全部力量的最强一击，成功了吗？这是我耗尽全部力量的最强一击，成功了吗？父皇该不会……不可能！父皇现在可是尊者境级别，不管唐羽使出什么手段，父皇都不可能会输。凭他还伤不了我。若是再等千年，或许真要记你3分。可惜，你终究太年轻了。这都没事儿。你看吧，我就说父皇不会有事的。父皇，要不就让皇兄走吧，秘法我就不要了。混账！你身为唐国的太子，现在让他走，想弃唐家颜面于不顾吗？可我不想让父皇为我受伤。天儿放心，今日为父一定帮你讨个公道。还请父皇一定小心。现在我就让你看看，你我之间的差距，不是什么秘法能够弥补的。逆子，这一招断你筋骨，打你目无尊卑。你我这一掌打你不顾亲情的血脉。这一掌我废你修为，打入祖陵1000年，面壁思过。不要！唐皇住手！如此作为，当真配为人父？你什么意思？哼，你先是逼迫大皇子削骨还父、削肉还母，又在比试中处处阻挠、暗中偏帮。现在大皇子赢了，你不但不让他走，反而要帮老二除掉大皇子。我就想问问，大皇子当真是你唐家长子吗？他与我唐家脱离了关系。好啊，小兄弟，既然唐家不要你，你可愿意和我去北京？我愿意。逆子，
竟敢投敌叛国，你找死！怎么，我们北境的人是你随便能动的吗？景武，我看在北境的份上，你现在收手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否则，好，你杀得了我，你杀得了所有人吗？唐皇，你们太过分了！这场赌局我们亲眼见证，你们应该遵守承诺，让大皇子带人离开这个地方。没错，这偌大的皇室，若是连承诺都遵守不了，谁以后还敢信你们唐家的话？听见了吗，唐皇？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，惹得众怒。闭嘴！你竟然已经突破真神境了！本想我稳固以后再展示修为，给你们个惊喜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景屋也敢咄咄逼人。你真以为我唐国还是18年前的唐国吗？你如果杀了我，女帝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有我在，唐国不再惧任何人。你以为女帝会为了你和我唐国开战吗？好你个唐皇！小兄弟，等我回来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废物！看在女帝的面子上，我饶你一条命。再敢有人阻碍唐家办事，杀无赦！你不可！都给我滚！逆子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唐宇，你现在跟家人相聚，应该很快乐吧？他们对你好吗？现在我便削骨还父，削肉还母。小离不是侍女，她是我的亲人。大胆！敢动唐宇，让你唐家就此覆灭！现在轮到你了，勾结北境对付我唐家，你可知错？我何错之有？小雨，快向你的父皇认错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家人？那还算什么家人？母后，难道你刚刚没有听他说吗？还有加入北境？就是，现在还不知足，日后他肯定会串通北境，给唐国带来天大的祸端。说的没错，亲人我不死，我日后必灭你唐家。冥顽不灵！今日我昭告天下，将唐宇逐出唐家，逆子唐宇以下犯上，勾结北境小妖，扰乱极官大典，损坏唐家名声，其罪万死！不能杀！父皇，杀了皇兄，秘法就没了。如今我已经没了至尊剑骨，要是再没了秘法，我就成了废人。我不想当个废人。想要秘法，除非我死。唐宇，你现在这个地步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临死前都不愿意帮皇帝一次吗？小天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，
必须负责，把秘法交给小天。不用多说，逆子，等我废了你的修为，让你尝遍唐家酷刑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嘴硬。不要！婉宁，陶宇，你一定不能出事，等着我。婉宁，你一定会没事的，啊？陶宇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。快离开这儿！皇兄节哀，此事也不能怪父皇，父皇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关我们什么事？要不是他自私自利，温婉宁怎么会死？这一切都得怪他自己。就是，克死了自己的婢女，现在还克死了温婉宁，简直就是个扫把星。还好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唐家的人。你们说的对，他们都是我害死的，我是扫把星。还不快把秘法交给小天！皇兄，快把秘法交给我！只要你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皇嫂的后事，也一定会把你跟她葬在一起。想要秘法？拿命来换！你们这些畜生！我要你们全给婉宁陪葬！快退！他要自爆！婉宁，我来陪你了。快退！他要自爆！要是我能早点让小丽和婉宁离开，要是我能更强一点，就不会让你们落得如此下场。我不甘心。主人，对不起，没想到还连累了你。主人不必气馁，重走地路本就困难重重，况且您早在10万年前便已经料到，并且留下后手。什么后手？就是我呀。你要做什么？以灵俱魂，以剑化身。从此我轩辕剑就是主人的肉身。剑灵，灵魂不散，肉身重聚，没想到你还有机缘，没想到你还有机缘。若是这份机缘能归我所有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父皇，皇兄去哪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刚才都干了什么？
什么？你们知道他现在没有修为，还下那么重的手。天儿，没事吧？都怪我成了个废人，连保护母后都做不到。没事的，天儿，只要小雨把秘法交给你，你就一定能恢复。唐雨死了。什么？父皇，你把他杀了？那秘法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什么？小雨死了？你们说谁死了？你们说谁死了？没想到北境女帝竟然亲临，唐某真是荣幸之至。她就是北境女帝。要是她做了我的女人，那我岂不是就成了北境之主？尊敬的女帝大人，请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跟本帝打话？滚！女帝，这是何意啊？回答本帝，谁死了？死的只不过是一个逆子而已。你北境的金乌并没有死。逆子？今日我儿及官，金乌处处与我唐国作对，几次三番出言不逊，侮辱我唐家，不得已，我才出手给了他一个教训。唐雨死了，你确定要回去吗？如果你愿意留下来，我许你做北境帝王。即使18年未曾过问，亲情又能如何割舍呢？唐雨那个畜生，死了就死了呗，金乌又没事儿。何况，若不是金乌太过分，父皇怎会出手？要不我们将金乌医治好，再送回北境。唐雨死了，那还活着干什么？把真凶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我一夕杀一人，杀到你唐国覆灭为止。欺人太甚！唐雨的死是咎由自取，与我们无关。咎由自取？女帝怕是有所不知啊，皇兄才刚回来，便觊觎我的至尊剑骨，并下手抢夺，而姑作为皇兄的亲弟弟，只能处处忍让。哼，抢你的至尊剑骨！此事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为见证。女帝，一问便知。没错，唐雨他夺骨不成，便趁着小天籍贯的日子闹事，还要以断绝关系要挟小天，想抢小天的未婚妻。要不是唐雨那个畜生要杀我们，也不至于呗。他的尸体在哪儿？你大可不必担心，那个逆子的身后事，我们唐家自会处理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便请离开。金乌，你随时可以带走。送客。哼。仅仅一日，便尸骨无存。你们唐家没人该死！唐雨的死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夫君，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？可笑！就算是你想为难我唐国，与我唐国开战，也不用如此荒谬的理由吧？哼！对付你们唐国，何须借口？你真当我唐国怕你北境不成？突破真神境，就是你的底气吗？没错，有我在，唐国不再拒你北境。我奉劝女帝，适可而止，别拿唐雨那个逆子再来做文章。今天我就用你的命来给唐雨陪葬。
不可能！同是真神境，你怎么可以如此轻松地压制我？没有唐羽，你们唐国早就灭亡。还说是他抢了你的至尊剑骨，真打你的狗眼看清楚！这样一个废物，还有什么资格觉醒至尊剑骨？你口口声声说唐羽要跟你们断绝关系，可你们知不知道，唐羽，我许他做北京帝王，他都不肯留在北京，执意要回到这个地方跟你们这群畜生团聚。北京帝王，这不可能！也是因为至尊剑骨，要是我至尊剑骨还在，修为还在，雨帝现在青睐的应该是我。唐羽，你这个畜生，你害死我了！什么未婚妻，什么弑父，他受的委屈，我替他讨，我替他讨。你为什么连个缺失都不给他留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小雨的亲人，我们不会伤害他的，我们也不想变成这样。你们默许了这一切，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废物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今日便当着你们面亲手斩了他！你要干什么？天儿，小天儿，你放开小天！此事与我无关，你放开我！我求你了，放过天儿吧，他快受不了了。心疼你儿子，可曾心疼过你另一个儿子？他的死只是一个开始。你杀了唐羽一人，那本帝也屠尽你唐国子民，杀绝你唐家皇室！不要！救我！救我！今天谁也救不了你！住手！唐羽还活着！你说什么？主人，你在还未真正成长起来之前，一定要记得隐忍。苏醒之后，主人修为散尽，一定要尽快离开这里，寻求恢复的机会。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。唐战肯定发现我没死，才故意布下这空间囚禁我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出去，带小丽和婉宁离开轩辕界。既然没有修为，有一天那便燃烧寿命。给我破！唐羽，你的修为呢？你的至尊剑骨没了。是他们把你害成了这样，还抢走了你的至尊剑骨。早知道就该听你的，不回唐国了。至尊剑骨是小天的，小天才是受害者。唐羽，你别恶人先告状。现在你沦为废人，这就是报应，活该！找死！皇兄，你太过分了！他们说至尊剑骨是你的，意思是你挖走了唐羽的至尊剑骨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哼，北境酷刑数千种，本帝会让你慢慢的懂。
你别过来！唐玉已经出来了，玉帝当真还要如此相逼吗？当真不怕我唐国和你北境鱼死网破吗？鱼死网破，凭你也配？你，哼，记吃不记打畜生，简直枉为人父！还有你，挖走自己兄长的至尊剑骨，你连畜生都不如！今天本帝就灭唐国满门！放了他们吧！不行，他们把你害成这样，绝对不能放过！唐家欠我的，我会亲自拿回来。今日本帝便饶了你们这条狗命！小离和万宁还有救吗？他们一个肉身受损，一个灵魂受损。我能暂时保住他们的性命，但是什么？要想救活他们，还需要天灵花和封魂冠，否则药石难医。能救就好。我一定会找到天灵花和封魂冠，救活你们。我们回北境吧。好。小雨，你要去哪儿？这里才是你的家。这里不是我的家，从今往后，我也不是什么唐国皇子。我唐羽天生地养，再无亲人。下次再见，我必杀你们唐家。小雨，他真的不要我这个母亲了吗？让他走，走了就不要再回来。他以为北境收留他是为了他好，等着看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明白，没有唐国的庇护，没有了太子的身份，他什么都不是。父皇，母后，至尊剑骨被毁了，秘法也没了。父皇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儿臣不想当个废人啊！我唐家先祖和上届同帝大人有交情，若唐家后人只此玉佩，同帝大人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唐家。可同帝大人不是在上界吗？历届仙宗大比，四帝同聚，同帝大人现在就在下界。天儿，今日之耻，我要你铭记于心。3日后仙门大比，我要你夺得头名，成为上仙宗的弟子。到时候，我们一起覆灭北境，以报今日之仇。唐家后人唐战、唐天拜见同帝大人。同帝大人，您这是？无碍，寿元将近罢了。寿元将近，你快死了，那我岂不是也完了？天儿，不得无礼。人都会生老病死，本帝也不例外。刚才你说本帝死了，你也完了，这话是何意呀？实不相瞒，我儿刚刚及官，顺为太子，不料大典之上遭奸人所害，如今修为尽失，与凡人无异，
况且还参加不了3日后的仙宗大比，我等实在无力回天，特来请求大人帮助。此子资质平平，根骨欠缺，即便恢复登上大比，也是草草了事。你们放弃吧。你说什么？你瞎了吗？我堂堂天生重统，你凭什么说我资质平平，根骨欠缺？闭嘴！我哪里说错了？我天生重统，昨日又觉醒了万中无一的至尊剑骨，只不过被奸人抢走。至尊剑骨重统，统帝大人，天儿刚刚受了太多刺激，语无伦次，还希望大人不要与他一般见识，我这就带他回去。等等，至尊剑骨没了，重统可还在？重统，快！神光不现，这重统又有何用？本帝为刚才的话向你道歉，你可愿做本帝弟子？天儿，统帝要收你为徒，还不赶紧拜见师尊？弟子唐天见过师尊。本帝正愁寿元将近，找不到好的肉身，唐家一家送来2个重统至尊剑骨，有趣。徒儿静息凝神，为师帮你恢复修为。丹血、景天、化灵、尊者，这就到达尊者境了。这就是我新的重统。方才你说夺你至尊剑骨的另外一子，如今何处？师尊不用帮我报仇，3日后大比，我定将唐羽亲手斩杀。也好，本帝也想看看重统和至尊剑骨孰强孰弱，你可别让为师失望啊！是，师尊。那就多等3日，只有胜者才配被本帝夺舍。冰晶床只能暂时维持他们的生机，时间一长，就算有天灵花和封魂关，也是没用。这2件东西要去哪里找？3天后，上仙宗会举办仙门大比，拿到第1名，就可以拿到天灵花和封魂关。只是到时候，全天下的天骄都会去参加，以你现在的状态，想拿到第1名，恐怕很难。不管有多困难，我都要救活他们。好，那你好好恢复修为，我帮你准备一些天材地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是不行？不能恢复修为，我怎么参加仙宗大比？怎么救活小丽和婉丁？唐羽，陛下，陛下，有什么事等下再说。陛下，属下亲眼看见，唐羽少爷在唐国的时候，多次使用秘术透支潜能，身体早已不堪重负。若是再这么下去，只会越伤越重。你有办法？你有办法？昨晚我翻阅古籍，找到了一本9尾狐的传家秘术。这秘术上说，只要找到一位极阴女子与唐羽少爷相结合，便能重塑根基，同时还能吸纳女子身上的修为，恢复伤势，甚至更进一步。你是说我要给他找女人？不错。
那你觉得我应该给他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才合适呢？我觉得吧，北方妖王冰娇就不错啊，本就是极阴体质，长得还……难怪你最近的修为一直无法进阶，原来都是去研究这些东西了。陛下，这法子还不是为了你？闭嘴！你要是能好好修炼，何至于保护不好唐雨？陛下息怒，小妖这就去修炼。等等，秘法留下。唐雨，你在干什么？没时间了，大比在即，我必须恢复修为。你不要命了？小丽和婉宁为了救我不惜生命，我又何尝不可？唐雨，看着我。你的命不仅属于他们，也属于我的。我能帮你恢复修为，却无法修复你的至尊剑骨。你残缺的剑骨，就用我的内丹来填。在大比之上，若是遇到危险，或许还能救你一命。行了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明知道我有未婚妻。我只是不想让你白白丢掉性命而已，别自作多情。不能恢复修为。我的修为恢复了，还突破到了尊者境。是你在帮我？不识好人心。等一下。快去准备一下，仙门大比马上要开始了。是。大比，我这一觉睡了3天。童帝前辈还没有来吗？前辈德高望重，他还没来的话，再等等吧。师傅，怎么没看到唐家的人？北京也是，来不来都一样。我苦修10载，来了也只会沦为我的踏脚石。恭迎童老前辈。恭迎童老前辈。新收了个弟子，耽误了点时间，没误事吧？天儿，还不赶紧跟几位大人行礼？晚辈唐天见过几位前辈。不错，
不骄不躁，谦卑有礼，难怪能入童老的法眼。谢前辈夸奖。行了，大比马上开始，下去准备比赛吧。是。我们唐家可是沾了小天的光啊！怎么可能？童天竟然成了童帝大人的弟子？没想到这种人都能被童帝看上。哎，大皇子可惜了。本次大比共分2轮，分别是资质测试、武技比拼，任何人不可伤人性命，也不得干预。此次仙门大比第一，非天儿莫属。今天过后，我们唐家将正式崛起。父皇，怎么不见唐雨和女帝？女帝能把唐雨救活就不错了，她来了又能怎样？还不是跟下面的蝼蚁一样，成为我天儿的垫脚石。哼！我宣布，第1轮资质测试正式开始，各位前往东皇钟前检测资质。东皇钟内含反噬之力，各位请量力而行，强行敲钟，轻则修为尽失，重则命丧当场。此次测试以钟响为号，3声以下者无法晋级，4声可入仙宗外门成外门弟子，5声有成神资质可入仙宗内门成内门弟子，拜长老为师；6声、7声乃大帝之资，可封为圣子，由大帝强者亲自教导。那8声、9声呢？8声、9声，堪称绝世天骄，本地数千年来也从未见过，所以无法评判其资质。我先来。哼，一群怂包，我来。4声可入仙宗外门。多谢先帝大人。下一位，秦明。秦明，4声。等一下！秘法寿元加身，你们疯！演讲敲响第5声，不错，可入仙宗内门。一群垃圾！大帝之资，真不愧是童老的亲传弟子，上天界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好的样子。唐天，钟响7声，大帝之资，师承帝。今日我宣布，第1名是唐且慢。小雨，逆子，你还敢来？留你一命不好好珍惜，还敢来参加大比？唐雨，我还真佩服你的勇气啊！
天无绝人之路。你们唐家夺我至尊剑骨，害得小离和婉宁性命垂危。今日，我来向你们讨债。他便是身怀至尊剑骨之人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逆子？完了，唐宇现在肯定不知道童爹是童帝大人的亲传弟子，你弟也保不住唐宇了呀。凭你也敢妄言讨债二字？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不管在哪，今日都要你们拿命来还！够了！今日乃是仙宗大比，岂容你们在此放肆？你等若是再敢扰乱大比现场，本帝绝不轻饶。先留你多活一会儿，等大比结束，再来找你算账。先帝大人，唐宇是我北境的代表，也是来参加比赛的选手。女帝，你该不会以为这大比是你北境举行的吧？这第一轮大比已经结束，说参加就参加，你置仙宗，置几位大帝于何处啊？是，唐宇这个废物，估计连敲响东皇钟都做不到，何必来耽误大家的时间？等等，等等。既然他来了，就让他也参加试炼吧。既然童帝开口，那便破例一次。唐宇登台，小心。今日必须拿到天灵花和封魂冠。师父，唐宇怎么站着不动啊？唐宇之前身受重伤，东皇钟又有反噬之力，谨慎一些好。唐宇，红帝看在唐家的面子上，都破例让你参加大比了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逆子，赶紧下去，别给唐家丢人！唐宇，还不速速测试？皇上。就一声，唐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滚下去！是吗？我没听错的话，东皇钟响了7声，他的资质和小天一样。他也配和我相提并论？第8响声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我想9声，大地之上。我一直以为9声只是个传说，没想到是我坐井观天。他若能顺利成长，日后必是一方巨擘的存在。此子天赋竟然更高，总算没有白等这3天。小子，吾乃广寒大帝，你可有兴趣拜我为师？本帝此生从未收徒，你若愿意拜我为师，本帝可将你收为关门弟子，并担保你在1000年内踏入地位。你才称帝1000年收什么？他就是孤家寡人一个，连理他。我在上仙宗设有仙阁，门内弟子数以万计，还都是漂亮女性。你若拜我为师，我将我最漂亮的大弟子许配给你，怎样？师父，你看，青帝、广寒帝、仙帝都在抢着收唐宇为徒呢。难道我等资质相差当真如此之远吗？这逆子的修为竟然恢复了，资质还在天儿之上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唐宇和女帝暗中使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。唐宇这个废物一定是作弊，还请3位大人明察。没人能在本帝面前作弊。小女口不择言，还望大人恕罪。就算恢复了修为又能如何？我没有了至尊剑骨，却有神童在身。唐宇这个废物的资质，
不可能比我高。师尊，刚才测试我并未动用全力，还请师尊准许我重测。是啊，小天刚刚没有使出全力，如果小天认真的话，一定比唐宇那个废物强得多。恳请统帝大人让犬子再测试一次。不用测了，师尊。之前东皇中的反噬之力已经潜藏在你体内，如果现在继续集中，2股反噬之力汇聚，会对你造成10倍，甚至数十倍的伤害。想要重新证明自己，就等第2轮吧。师尊。第2轮大比，武技比拼正式开始。资质比不过，我不信我还打不过。第1轮，张峰、李东入场。难道这个老东西看上唐宇了？父皇，天儿，唐宇身持秘法，且行为古怪，待会儿你跟他对上，务必尽快将他解决，绝不能留手。必要的时候，可以用上这个。这是父皇，上界颁布法旨，明令禁止擅自炼制或者使用，一旦发现，可是死罪啊！你尽管使用，一切后果为父承担。这次大比关乎我唐国数百年的命数，第1名必须是你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不老山秦明见过太子殿下，有事儿啊？实不相瞒，秦明想要拜入太子麾下，恳请太子应允。现在所有人都围着唐宇，你为何要拜我麾下？啊，唐宇啊，锋芒毕露，不知收敛，天资再强又如何？最多拜入3弟门下，而太子您就不同。韬光养晦，隐藏实力，更是师从大帝之中最强的同力。为此，秦明敢断言，太子殿下将来的成就，远非唐宇所能比拟。可以，只要你答应我做件事儿，事成之后，我准许你入我麾下。哦，等会儿比试的时候，让唐宇触碰此物便可。这是天衰之毒。下一轮，唐宇、秦明。是。数万年未曾出现的至尊剑骨，可千万别让本帝失望。比试开始。久闻大皇子威名，比试归比试，不知可否与大皇子交个朋友？可以。唐宇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来吧！哎，且慢！堂兄天资卓越，在下日出。唐宇这个废物，这次能赢，还不是依仗我唐家的威名，是沾了小天的光。秦明认输，唐宇获胜。下一轮，唐天、东方强。这一个一个上要比到什么时候？唐宇一炷香内便会毒发，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些垃圾，再秒了唐宇，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唐宇是中毒而死。东方强，请赐教。比赛开始。监帝大人，
这样比试太慢了，可否让他们一起上？唐天，你虽有大帝之姿，但你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别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只想说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这次来的可都是各门各派的天骄，小天这是要向所有人宣战。天儿第一轮隐藏实力被唐允夺去风头，现在正好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天骄。太嚣张了，看不起谁呢？欺人太甚，找死不成？有一个算一个，你们尽管入场。哼！既然你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们了。神童，看！唐天，仙宗大比，生死有命。先帝大人，可以宣布比试结果。唐天胜，小天赢了，可惜刚才唐允没去，要不然现在小天就是第一了。不过是耽误了些时间而已，马上就轮到他了。下一场决出胜负，唐允、唐天登台。唐允、唐天登台。唐允，一定要小心，一切以自身安全为主。我一定会赢的。最后一场比试正式开始。唐允，你想好怎么死？或许我有很多死，但绝不会死在你手里。还有班主下，一个废物也敢和我叫嚣？唐允，看来你终究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差距。神童，剑！小心！这一次，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洪叔，无上洞天，不破！不过如此。极星洞天居然能窥视我的瞳术，唐允，此等无上秘法你没资格拥有，把它交出来，我饶你不死。凭你有退，你找死！不上神光，极境秘法。区区尊者境界，居然爆发出真神境的力量，这两人堪称绝世啊！天儿，小允，小天全力爆发，威力还真是大。这一招连我都不一定抵挡得住。好啊，假以时日，天儿一定能超越我，带领咱们唐国走向全新的高度。这就是顶级天骄的实力吗？天儿要输了？不会的，小天不可能输的。到现在还未动用至尊剑骨，唐允，你还藏着多少秘密？到此为止吧。你们二人天资卓绝，不该在此斗个两败俱伤。不可能！无妨，让他们继续。可是，本帝自有决断。是。当初你挖我至尊剑骨的时候，有想到今天吗？残害小离和婉宁的时候，你想过今天吗？切！3秒，还敢废话？2秒，
今天不管谁来，你都得死。1秒，今天谁都救不了你。唐宇，你死期到了。天衰之德，天儿什么时候下的手，居然连我都没发现。父皇，唐宇不行了，刚才一定是他在装模作样，现在终于装不下去了。唐宇，唐宇，你永远赢不了我，你活该被我踩在脚下。你做了什么？这个问题，下去问阎王吧。天衰之毒恶毒无比，即便是大地强者也无法承受。你竟敢私自下毒！天衰之毒，住手！此事由本地亲自接管，任何人不得插手。上界曾颁布法旨，禁止任何人炼制此。说，天衰之毒哪里来的？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瞒得过其他人，瞒不过本地。小小年纪就如此心狠手辣，待本地把你打入天牢，不怕你不说。被发现了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走。不是我下的毒，是人呢？终究还是小看了先帝大人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毒也是我下的，和天儿无关。父皇，天儿并不知情，所有对策我一人承担。很好，炼制天衰之毒者，当诛！等等，师尊，求求你救救我父皇！唐家此举无罪。什么？前辈，天衰之毒天理难容，为何无罪？自古强者为尊，弱肉强食。在生死之间，难道你还要质问你的敌人使用什么手段吗？红帝这是要置上界法之于不顾，轮不到你来教本地做事。好，今日之事我会如实禀告界主。谢谢师尊。比试继续。唐宇，事已至此，本地不信你还不爆发至尊剑。天儿，这次同帝大人力保我等，绝不能让同帝大人被人抓住把柄。你马上杀了唐宇，毁尸灭迹。是，父皇。天衰之毒的滋味不好受啊！你是什么时候？秦明是你的人？你知道的太晚了。呀！该死的人是你！父皇助我！找死！给我破！雨帝的修为怎么退步了这么多？你的内丹没有了，哼！没想到你为了恢复唐宇，不惜自损根基。对付你等也是足够。大言不惭！我正找不到机会对付你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天儿，女帝出手干预大比乃是死罪，你我联手将她斩杀，必是大功一件。是，父皇。
我早就说过，应该选择的是我，而不是唐宇这个废物。给我死！飞鱼，你没事吧？别白费了力了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。听我说，我们是混沌圣龙，修行之间有10万年之久，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喜欢，什么是思念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下来？我不允许有人欺负你。天衰之毒，并非无间。你要干什么？至尊剑骨要出现了吗？不对，不是至尊剑骨。这妖族女子，莫非是想通过献祭自身，让你解开天衰之毒？天衰之毒无人能解，难道此等办法当真可行？根据古籍记载，献祭之法是将妖族本身全部的修为、根基、悟性，无条件的转移到被献祭者身上。在此过程中，被献祭者肉身、灵魂、悟性、根骨全部重组，这是天大的天赋，任何人都无法打败。若是我等也能得到妖族献祭，岂不是能更上一层楼？献祭之法必须由妖族心甘情愿，而且献祭结束后，献祭者魂飞魄散。青帝若是有本事，大可去妖族试试。这，雨帝为了唐宇连命都不要了吗？不好！天儿，快，全力出手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献祭成功！红树，离火，浑元锤开！怎么会这样？走！唐宇女帝这是作弊，还请师尊出手阻止献祭。妖族和人族纷争数万年，本帝还从未见过妖族向人族献祭的。要是唐宇得到女帝全部修为，那徒儿住口！本帝弟子也不惧任何挑战，不怕任何对手。献祭又如何？本帝相信你能胜出。是，师尊。要献祭成功了吗？唐女，你还能给本帝带来多少惊喜？你快解开！我不要你献祭！小离和万里，为了你能付出生命，我也可以。快解开！其实，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飞羽，
天衰之毒彻底清除，还一举突破真神境，妖族献祭之法竟然如此逆天！你们都该死！血债，血偿！我要你们都给飞羽偿命！轩辕剑，小雨，你父皇和天儿他们也不想这样的，你冷静一点，他们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一字裂空斩，唐羽，无上神光！哎！怎么可能？就一个眼神就把我神头击溃了？要是我一开始谨慎一点，要是我一开始就动用轩辕剑，要是我一开始就爆发全部的实力，飞羽绝对不会陨灭。神童不是你的骄傲吗？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，否则……皇兄，不是这样的。皇兄，你听我说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父皇、母后、大姐、二姐让我做的。天衰之毒也是父皇给我的，是他们逼我杀了你。小天，天儿，你……皇兄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都是被逼的，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。皇兄，我知道你想要凤魂关和天灵花救嫂子，我现在就认输。我认输，大比第一名是我皇兄。好，既然唐天认输，那这次大比本地宣布，第一名是唐羽。你可愿意拜本地为师？你可愿拜本地为师？我不感兴趣。让那妖族女娲复活也不感兴趣吗？只要能让飞羽复活，别说拜师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好，别着急，待本地将她复活，你再拜本地为师也不迟。本地送你的第2件礼物。这个老东西，我拜师的时候什么都没给我。小天，你怎么样？你刚刚不是想挖取他的虫瞳吗？这便是本地送你的第2件礼物。童弟自己留着吧。本地再送你第3件大礼，那便是灭了唐家。等等，这是我和他们的仇怨，还请前辈复活飞羽。好，给本地点时间，让本地准备复活法阵。小玉，我们是父皇与母后，他们是你的姐姐和弟弟呀，我们是一家人呐！你不认我们了吗？你们不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只有……成功了！父皇，你看，童弟对唐羽出手了。难道刚才童弟一直在演戏？难怪天衰之毒出现的时候你不管不顾，原来是想夺舍唐羽。
早就看出你不对劲了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把唐宇放了，否则别怪本帝将你斩杀当场。凭你们也配渡天神下大阵？起！所以复活飞鱼都是你骗我的。本帝骗你又怎么样？主天神下大阵，吐生万物，与万物灵两，一旦形成，所有生命都将吞噬殆尽。可唐宇来了，难道是至尊剑骨？没错，肯定是至尊剑骨。至尊剑骨超出三界，是天生奥物，任何阵法、任何人都无法将其压制。唐宇，快想办法杀了童帝，否则下界将生灵涂炭。杀我！本帝在大地之境做过数十万年，你们居然让一个真神境的小家伙来杀本帝！数十万年，你到底是谁？本帝乃上古3大魔族之一，无形。是你，唐宇，将身子交予本座，本座必将让你名扬千古。你不该骗我！剑骨3，轩辕剑开，剑动天现。你不该骗我，飞鱼会复活，给我死！给我死！干！不灭魔神！凭这些小把戏，你想杀了本座，痴心妄想！你不是就想让这个妖族女娃复活吗？那本帝就现在当着你的面斩了她的灵魂，断了她生路！唐宇，你放了飞鱼，我愿意献出肉身。只有断了你所有的念想，你的肉身才能和本座完美融合。不要！你现在还有什么念想？本帝可以帮你都斩断。我要杀了你，也毁了复活飞鱼最后的希望。你必须死！打完了吗？你说的没错，献祭之后，肉身和灵魂都将不存在，你看到的都只是幻象。现在，沦为本帝的肉身吧。幻象又怎么样？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飞鱼。你必须死！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想要至尊剑骨吗？怎么了？我给你！至尊剑骨，给我爆！不够，动天！给我爆！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
去死！少宇！唐宇，